邪党营私把持朝政，你不配为后。我在当皇后时名声很坏，太后斥我无子善妒，你个毒妇！朝臣骂我专权跋扈，此女祸乱朝纲。连我的夫君魏延也在我死后提笔，悔恨相逢，两相催伤，8个字把我们10年夫妻半生纠缠都给否了。再次睁眼，这是哪儿？春燕！救我！正逢他春燕落水，狼狈呼救，周围的人都吓傻了，站在原地不知所措。而我拢袖转身，一步一步走向堤岸春光。魏延登门时，天色沉阴。本殿前来感谢薛二小姐的救命之恩，还盼通传。这边请，花亭稍坐，宫中接这般传。听说了吗？那日春燕落水，大伙儿都吓坏了，唯有薛家二小姐最冷静，第一时间换人施救。要我说，殿下与薛二小姐当真是无比般配。我们就不去露面了，你去叮嘱二小姐，切莫怠慢了殿下。父母有意避开，留我2人在花厅对坐。他裹着后氅，面色苍白，眼下浮着清灰。那日落水后，他发了一场高热，至今未愈。薛二小姐可有什么想要的？殿下已送了许多礼来。这几日绫罗珠玉、前朝字画堆了半间库房。救命之恩终究不同，你只管说。他向来礼数周全，上一世是我亲自跃入湖中将他救起，他醒后便请旨赐婚，3书6礼给足颜面。今生不过汉了宫人，他依旧谢礼不绝。既然如此，若殿下真要谢，听闻玉琳郎这个月出的头面极好。他眼睫微不可察的一颤，那套头面上一世，我曾犹豫许久也没舍得再加价，后来花落别将又毁了。夜间翻来覆去，眼前总晃着那只类似嵌宝的步摇。魏燕不知从何处知晓，隔月便捧来另一套更贵重的赤金点彩。再后来那套头面被我一怒之下扫落妆台，金丝断裂，珠玉迸溅。你心里不痛快，何苦糟践东西？他静立狼藉之中，看了半晌。我那日正为太后又赐下2个美人而器械翻涌，听他这番说更是脑急，便专捡他的物件砸。砸着砸着，魏延便不再出声了，只待我砸够了再命人添置回去。那不是纵容，是疲惫，是对这段婚姻，对我这个人深深的疲惫。只因我前世纵身入水，救下不识水性的二殿下，竟然阴差阳错与他结下姻缘。没想到朝夕相伴，终成怨偶，彼此相看两厌，一朝重生，今又重回他落水那日。我当即转身避而远之，可他还是寻上门来，心头猛地一震，莫非他也重生了？此刻花亭里茶烟袅袅，只要这个，只要这个。魏延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片刻，最终应下。好。离去时，庞一拂过门槛，他忽地顿步回首。春寒未尽，二小姐也多保重。天光自他身后渗入，将面容映得模糊。我垂手行礼，未在一答。头面送来了，并着几夹珠钗一起铺开满岸流光。母亲捏着那只步摇，在我鬓边轻比，瞧瞧，二殿下待你终究是不同的。铜镜里金丝缠红宝石光晕流转，是曾经能令我欢喜许久之物。我听见自己说：娘，若我不愿做二皇子妃了呢？你疯了！太后属于二殿下有心，这是多好的姻缘。可女儿不愿。不愿？遗书你告诉娘，是不是二皇子做了什么？我没说话，想起前世我死后魂魄在魏延身边飘了10日，但他为我选谥号天灵智阔桑仪，冷着脸驳回一切意义。皇后生前辛劳，死后该享哀荣。我除此之外，他上朝理政，用膳安寝，一切如常，甚至在某天傍晚慢条斯理地用了一碗陈妃送来的燕窝，平静的不似死了结发妻。夜里我立在他榻边罢，骂他虚伪，骂他薄幸，骂到自己也哽咽。某一夜他倏然惊醒，猛地坐起，我吓得往后一飘，以为把他骂醒了。烛火未燃，黑暗中只闻他呼吸急促，他就那般在榻上坐了许久，忽地披衣起身，行至书案前，研墨铺纸。我飘进去看他提笔蘸墨，笔尖悬在宣纸上方，微微发颤。后薛氏会遗书，薛公之次女，卓如朝华，天下无双。他写我立新政，推新法，设立慈幼局，写我赈灾隔壁，增收桩桩件件，皆是功业。这些事当初接伴着无数公节，聘击私臣跋扈，专政妖后祸国。就连我与魏延也为此争吵过无数次。烛火噼啪一响，功业写尽，便只是我们之间的事了。世人都道帝后情深，可只有我知道全是假象。心狠手辣，嫉妒成形，薄情寡信，虚伪至极。直到我死了，化作孤魂守在他身边，看他半分难过都不曾流露，直至夜半无人，他才提笔。皇后与朕少年结发，实在夫妻，
只此一句，魏延顿了很久很久。四季往事，唯恨相逢两相催伤。夫妻10年纠缠半生，爱恨好坏，从我们血肉里一同长出来的，他都轻飘飘的一笔勾销，说不若从未相遇。我气得想骂，话却噎在喉间，因为他说的对，若不相遇，他自会迎娶端庄贤淑的王妃，日后册为皇后，替他打理后宫，替他生下嫡子，替他做所有我做不到或不愿做的事。而我呢，或许会嫁个门当户对的夫君，或许索性不嫁，总归不会困在四方天里，不会见他一个接一个的纳妃，不会忍着恶心喝下一碗碗助孕的苦药，然后在一个雪天看着血色漫过裙摆。我们错在不该相遇，猜忌、怨怼、折磨，桩桩件件都源于最初相遇。我轻轻抽回手，您就让我任性这一次吧。父亲得知后在书房里踱步，你岂能对二殿下始乱终弃？我略感无言，他是如何想到始乱终弃这4个字的？女儿只是觉得二殿下并非良配。那你觉得谁配？太子还是三皇子？女儿谁也不嫁。胡闹！父亲，妹妹，你跟哥说到底为什么？是不是二殿下对你不好？也不全是，少年夫妻不是没有过好光景，可是谁让他后来做皇帝了呢？天家地后终究不是寻常夫妻，情深时要顾朝局，争时牵扯前堂后宫，就连笑与泪都被无数双眼盯着掂量着。我抬起眼，我只是觉得和二殿下成婚会不开心。倒也是，殿下那性子太静了，处个朋友尚可，做夫妻怕是闷得慌。静些不好，往后吵架吵不过遗书。爹，就殿下那八罐子打不出一个响的脾气是吵不赢，只怕先给遗书憋一肚子闷气。两人说着争了起来，我悄悄退出书房。晚膳时父亲一直没说话，终于搁下筷子，声音有些哑。遗书，你若真不愿，那便算了。母亲手一颤，羹匙碰在碗沿，叮一声轻响。我低下头看自己碗中米饭粒粒分明，鼻尖蓦然一酸。此后几日风平浪静，我照常赴各府花宴诗会马球场，上辈子每逢宫中宴饮，我都得端坐主位，腰背挺得笔直，连举处都需讲究仪态。如今倒是好了，踏青时我摘桃花酿酒，围猎时我手个策马入林，席间说笑不必掂量分寸，玩乏了便寻个角落倚着，吃一碟刚出锅的酥饼，唇角沾了蟹也无人在意。兄长说二殿下近来甚忙，常随太子协理政务，偶尔远远瞥见他果然总在太子身侧，一身玄色长服，玉冠束发，听人言语时微微垂眼，侧影亲近。一次马球会，我方赢了球，我握着乐杖笑嚷讨彩，一转头却见魏延立在球场边的柳荫下静静望着这处，那眼神沉沉的，不像在看一场嬉戏，倒像透过此刻望着某个遥远的只有他知道的场景。我心头莫名一滞，利落翻身下马，钻入姑娘堆里吃冰糕。席间有贵女低声议论，如今都仲春了，二殿下场衣还不离身。何止，我哥哥那日去东宫，见二殿下站在风口说话，说着说着便咳起来，太子急得直让人去请太医。怪了，他从前身子没这么弱。我捏着银饰的手微微一断，端午宫宴那次是真躲不掉了。宗亲与重臣家眷皆在席，我垂手拨弄碟中角数，总觉得一道目光落于背上，可抬眼寻去，席间笑语盈耳，人人举盏。那视线又隐于觥筹交错之间，似有还无。开宴后，兄长以扇半遮脸，凑近低语：“你与二殿下究竟怎么回事？”“没事啊。”“没事，没事。”他那般瞧你。我下意识转头看去，魏延目光越过攒动的人影，直直地撞了过来。四目相对，他竟没有移开。龙舟鼓点隆隆传来，震得心口灼灼地跳。他仍望着我，缓缓地极轻微地眨了一下眼，然后垂下视线，将杯中酒一饮而尽。我倏地收回目光，掌心竟渗出薄汗。遗书没事，许是殿下今日多饮了几杯，宴至中途我实在坐不住了，借口更衣起身离席。薛二小姐，却在公道转角处听见身后脚步。殿下，那套头面怎么从未见你戴过？我没想到他问这个，愣了下，太重了，戴着不便。若不合意，可以换别的。我那儿还有套。殿下误会了，头面极好。我打断他，殿下要报的恩已经还清了，臣女不敢再受厚赠。他像是没听懂似的，怔了好一会儿。风恰在此时穿廊而过，卷起他衣角。魏延忽地侧过身，眼唇咳了起来，那咳嗽声压抑着，却一声重过一声，肩背都在微微发颤。春燕落水后便不太能见风了，二小姐见笑。那殿下更该仔细保重，臣女告退。这次他没再出声，转身时听见极轻的一句：“从前不自称臣女的。”回府后，我让人去打听，魏燕向来体健，春宴那日我喊人及时，总不至于落下病根。
侍女傍晚来回话，神色微妙。那日二殿下私中了邪，工人要下去捞，他硬说天热，想多进会儿凉快，还将人都撵远，自己在那湖里泡了小半个时辰。后来是太子得了信儿，过去命人硬捞上来的，上来时唇都污了，浑身打颤，还冲太子笑呢。侍女后头又说什么请大师驱邪的话，我未听入耳，只一个念头在脑中炸开。魏延此时根本不会水，他浮水的本事还是上辈子我婚后亲手教的。他也回来了，我花了3天去查。魏延近日在朝堂上动作很大，治水、肃贪、改军制，桩件件都掐在祸事未发之前，连太子党都诧异二殿下近期跟换了个人似的。至于他对我的态度，我第一个念头是他有病。上辈子他估计活了挺长时间，皇帝当久了，龙椅上孤零零坐着人就容易颠，老了闲了，天下在握反倒空虚，便开始扒拉旧账，毁这个欠那个。临了闭眼一想，哦，还有个怨否氏的皇后。再一睁眼回年少，热血一涌，便想着补偿。第二个念头紧接着窜出来，他想用薛家。魏延是太子的人，手里没多少自己的刀，如今想撬动击毙太子未必全肯，皇上更要掂量，他需要人手，而薛家是最好用的那把刀。上辈子他用惯了，这辈子想必顺手，这样一切都能说通了。第4日我跟家里说要找个夫婿，魏延想补偿的心思会淡，但他绝不会放下薛家这把刀，我得寻个挡箭牌，省得出岔子。从前我追着魏延跑，闹得满城风雨，如今转头另嫁，难免落人口实。京城里怕是难寻合意又妥当的人家，可京城之外，天地便宽了。江南外祖家已来信多次，都是本地家世妥当、模样周正的，我没瞧上。你想找个什么样的？哥哥替你留意。貌美、家贫、好拿捏。兄长当时没吭声，3日后他出京公干回来时，竟真领了个人，父母早亡，略有薄产，脾气温和，模样更是万里挑一。我掀开竹帘望去，暮春细雨里，那人撑伞立在院中青石板上，一身青衫，挺拔如竹，伞沿微抬，露出下颌清俊的弧线。他抬眼望来，四目相对的刹那，我怔住了。檐下雨珠串串坠落，竟是江照，或者说是尚且年少的江照。上辈子初见江照是在做皇后的第3年，那年我意外流产，汤药灌了半年才堪堪能下榻。魏烨来时总立在屏风外问安，声音隔得远远的。那时薛家也因一桩旧案被御史台咬着，父兄在朝堂上如履薄冰，我只能自己抓住点什么。魏烨默许了，许是愧疚，许是觉得女人掀不起风浪。起初只是些无关痛痒的折子，后来渐渐涉及吏治钱粮。朝堂上嗡嗡的议论声，我坐在帘后听得真切，否极思沉。他们说江照是第一个主动找上我的，那日雪很大，他将我那几兜折子背得一字不差，说利明，说长远，说旁人眼浅，连我批折子的字都说有风骨，声音清朗，一句一句像早背好的戏词。我听完了，让人撤开屏风。江大人，说实话。他顿住，殿外风雪声忽然清晰起来，他眼神里的恭敬慢慢退下去，露出底下一点锐利的不肯认命的东西。他安静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他不会说了，然后他叹了口气。我没路了，读了半辈子书，磕磕绊绊入仕，却发现跟陛下处处拧着，同科的人都爬上去了，只有我卡在6品上动不了，我不甘心。他走投无路了，壮壮看我这扇偏门。那天我留了他一盏热茶，后来他成了我手里最利的刀，替我阴过人，替我背过锅，替我拆过无数明枪暗箭。我俩在朝堂上一唱一和，狼狈为奸。江照也不是没后悔过，常常捶胸叹气。我真是上了你的贼船，我现在跳下去也来得及。算了。什么？船已行到江心了。那就继续干活。他边叹气边拟折子，翌日朝会照样替我与人唇枪舌剑。我病重那年，开始给身边人谋后路。父亲致仕，兄长在外地任职，远离是非。魏延不会动薛家，但朝堂上的事我说不好。江照降职外放，天元安稳，会肯留一命。诏书拟好了，我不走。此一时非彼一时，此时彼时都一样。我走了，你在朝上怎么办？我底下还有人。那些人靠得住吗？我默然，树敌太多，墙倒众人推。我病着，他若走了，那些人能把我啃得骨头都不剩。他忽然俯身，额头轻碰地面。我少时读过一句诗：报君黄金台上意，铁血玉龙为君死。若真到了那一步，我陪着。我气得咳嗽起来。那么聪明一个人，紧要关头却脑子犯抽，忠君忠国，哪有忠一个将死皇后的？我死了，他结局大抵也不算好。我飘在魏源身边那10日，没听见江照的消息，或许流放，或许求死，或许更糟，总归不会太好。雨丝斜扫进来，沾湿了袖口。
我强忍按下关于前世的各种猜疑，轻声道：“江公子请进。”我将话摊开讲了，我想见你挡一挡二殿下未必真要成婚，但人前得做足样子，可能得罪人，日后若想科举为官，只怕艰难。无妨，在下经科考落第，往后考不考得上还另说。他答应的干脆，拿了钱便办事。我领江照在外面晃了半月，今日我拉着他去听戏，京城最红的班子，唱的是当今最流行的虐恋情深。才开锣半刻，我与江照同时搁下了茶碗，台上正唱到书生跪地痛哭，哀求被休的前妻回头看自己一眼。词写的黏糊，调子拖得绵长，江照听得微微后仰，喉结动了动，半晌，他恍惚转头，眼底一片迷茫。这也能红？我捏了块桂花缸，能。为何？挣钱。我好友靠写这种戏本，已在京城置了3进3出的宅院。这么挣钱？江照神情恍惚，我看不下去，拽他袖子要走，他却反手拉住我腕子，又烫着似的松开。再听听，我也想置宅子。于是我们硬着头皮听完了全场。出来时，两人都是一脸隐痛。街边有辆青棚马车停着，江照忽然往我身侧靠了半步，不偏不倚，恰好将我整个挡住。他面色如常，甚至低头理了理袖口，声音轻得像自语。往前走便是。我便往前走，直到拐过路口，江照才开口：“是那位。”我没应，他又说：“你跟那人债很深。”我这才侧目看他，江照目视前方，侧脸线条绷着，半晌，极轻的滋了一声：“麻烦。”语气里却没多少怕，倒像是早有预料，甚至带了点跃跃欲试。江照，我叫他，多谢。他怔了怔，随即摆手，耳根却有点泛红。拿钱办事，应当的。他别开脸。江照最近在写画本子，我将市面上最流行的本子都搜罗了来，本本都是情深似海，悔不当初。他翻开第1本时还坐得端正，读到第3页脊背便缓缓塌了下去。读到第5本，他抬手按了按眉心。一定要这样写。他指着一段：“郎君啊，你莫要走。”指尖发白，读者爱看。他沉默半晌，提起笔写了3天。第1天他写了800字，撕了7张纸，我在一旁嗑瓜子，嗑完了1叠。第2天他写到男女主语中相拥，笔悬着迟迟落不下去，我在对面翻账本，翻页声哗啦哗啦。第3天黄昏，他搁下笔，我也恰好抬起眼，窗纸透进暖黄的残光，照见他眼底一片灰败。我俩对视了很久。一定要挣这个钱吗？他先开口，声音有点哑。我也搁下茶盏，问了一遍：“一定要挣这个钱吗？”这3日，我光看废稿都快看死了。他写的痛苦，我看的也痛苦。江照沉默半晌，指尖还沾着墨迹。他慢慢把最后一张稿纸揉成团。我突然发现，我倒也没那么爱猜，这钱也不是非挣不可。我补了一句：“也不是一般人能挣的。”我俩深以为然。此后，江照勤勤恳恳陪我出门。他说：“这个钱好挣，伺候好你就行。”替我挡风举伞，替我侦查布菜，挑点新匣子里不甜腻的酥糕。每遇熟人问起，我说：“家里给我定的未婚夫。”他便羞答答站我旁边，垂着眼笑。人家听了说2句吉祥话，他还佯装害羞，耳根泛红，演得真切。消息长了腿，一路钻进宫里。太后召我娘进宫问了2句，后来赏下2匹宫断，没再说什么。皇后那边倒是活动起来了，她娘家侄女周小姐忽然常跟在魏延身边出入，还有些别的姑娘，御史台家的、将军府的，像被风吹开的花苞，一簇簇往魏延身边凑。二皇子妃的人选从来不止我一个。从前皇后属于自家侄女，太后嫌周家势大，压着不松口。众多人里，我家势够，品貌够，又最主动。前世春燕落水，我舍命救她，太后乐见其成，皇后无从反对，于是顺理成章。如今不同了，我没跳那壶，还定了亲，皇后那边自然不肯松口。偶遇魏延那天，我领江照去城外寺庙，香火生人生杂。江照仰头看匾额，忽然说：“我去求支签。”求什么？姻缘。话脱口，我俩都愣了。轰过回廊，铜铃轻响。江照先别开脸，声音却理直气壮：“做戏做全套，懂不懂？”我笑了，懂。财神殿挤都挤不进去，我无聊便陪他去姻缘殿。江照跪得端正，摇签筒时闭着眼，竹签落地，他拾起看，眉头微微一动。上签。他将签文攥进手心，没中上签，脚步却轻快了些。转过金床，人影拦住去路，是魏延。日光晃眼，佛香缭绕。我行礼问安：“二殿下。”魏延的视线先落在我脸上，停了一息，才转向江照。江照不躲不避，甚至往前踏了半步，不多不少，正好将我掩去大半。见过殿下。他行礼，声音清朗。魏延没看他，只望着我。修儿小姐，他开口，声音有些哑。这位是？江照直起身，自己答了。回殿下。
在下姓江，单名一个赵字。他侧过脸看我，眉眼一弯，笑得很温顺。是遗书的未婚夫婿。未婚夫婿4字，他说得轻，咬得却清晰。魏延眼睫微微一颤，他终于看向江照，眼神很沉，像压着什么东西，一寸寸碾过来。江照迎着他的目光，笑容半分没变，甚至更坦然了些，袖口微动，指尖轻轻碰了碰我垂下的袖缘，是个极小的动作，亲密自然。魏延的视线落在那一点触碰上，停了很久，香火气袅袅地漫过来。江公子，魏延慢慢开口，哪里人士？灵州。家中做什么营生？父母去得早，留了些薄田，勉强糊口。今岁科举落地了。江照答得干脆，甚至带了点赧然的笑。学识不精，让殿下见笑。一问一答，魏延占尽上风，可江照站得稳稳的，他不卑不亢，问什么答什么，眉眼始终温顺，却莫名让人觉得拳头砸进了棉花里。魏延沉默了片刻，薛二小姐，他忽然转向我，声音低下去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江照没动，他仍挡在我身前，只是微微偏头，用目光询问我。我摇了摇头，殿下有话，便在此处说吧。江照不是外人。魏延喉结动了动，他看向江照，江照适时垂眼，体贴又懂事的往后退了几步，却仍是能听见的距离。魏延眼底那点压抑的东西终于漫了出来。你定亲？他声音很轻，像怕惊碎什么。为何不告诉我？我抬眼看他，殿下，臣女的事似乎不必桩桩件件都向殿下禀报。魏延静了片刻，忽然极轻地笑了一声，那笑意未达眼底，反衬的眸光更沉。薛遗书。他第一次叫我全名，字字清晰。你眼光是真不好。话音未落，江照忽然笑了，他笑得很轻很快，甚至有些腼腆，然后抬眼看向魏延，语气诚恳：殿下说的是，在下的确平庸。他顿了顿，唇角仍弯着，唯有一样好处。他侧手看我，目光温软，能让他开心。我和江照去找大师解签，他内指千展开来，云影寒山，周至浅滩，东风若至，柳暗花鲜。老和尚说了堆缘法，江照听得认真。出殿时石阶轻滑，他虚扶了我一把，很快又收回手。刚才得罪他了。我望着远处香炉的烟，他是皇子，你真不怕？我一见他就不痛快。他顿了顿，想来是天生不合。山风穿廊而过，吹动他洗白的袖口，他侧过脸，眼神清亮坦荡。我这人毛病大，见不得不痛快。大了，我转身往下走。前文说你缺东风，身后脚步声跟上，江照的声音混在风里，带着点笑。东风不是来了吗？我回头，他站在3步之外，眼角风铃轻晃，碎光落了他满肩，有风卷来，撩乱了我额前碎发，也吹起他束发的轻带，发丝与轻带交缠的一瞬，我心跳漏了一拍，为这不该有的刹那失神。我别开脸，却听见他低声笑：遗书，东风来了。江照对写画本子这事儿还没死心，他这回学乖了，不写虐恋情深了，埋头写了7天小甜文，稿子送去书局，掌柜翻了2页就推回来。太淡了。掌柜摇头，没波折，买不动。江照抱着稿子回来，坐在台阶上发呆，暮色落了他满身。我挨着他坐下，石阶冰凉，就这么想买宅子？他沉默了很久，久到天边最后一点光也沉下去。不是非要大宅子。他忽然开口，声音很轻，就是想有个自己的地方。我侧过头看他，17岁的江照，侧脸在昏暗里显得格外单薄，还没长成后来那个在朝堂上唇枪舌剑的权臣。他只是个科举落地、无枝可依的少年，想要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。我心里蓦地一软。江照，他转过脸，夜色里眼睛很亮。我给你开一家书局。他怔住，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。我继续说，卖不出去就摆着。他眨了眨眼，天尊。他喉咙动了动，这得亏多少？亏不了。我站起身，拍拍裙摆上的灰。薛家小姐开的书局，京城贵女们总会来捧场。他跟着站起来，影子长长的拖在青石板上。为什么？他问。风穿过庭院，带着初夏的潮气。你就当我钱多烧得慌。他笑了，低低的从喉咙里溢出来。那我能写自己喜欢的了？能，不甜不腻也行。行。他往前走了一步，离我很近，近到能看清他眼里映着的小小的我。薛遗书。他叫我的名字，很认真。我会让你赚到钱的。赚不到呢？赚不到。他想了想，眉眼一弯，我就把自己押给你。这话说得轻佻，可他眼神干干净净，像在说今日天气真好。我别开脸。谁要你？转身往屋里走，脚步声跟上来，不紧不慢。月光把我们的影子叠在一起，拉得很长。小铺定在临街，原先是家胭脂铺子，不算大，但位置好。兄长背着手进来转了2圈，咂咂2声。薛遗书，你这手笔够大的。他压低嗓子，咱的压胜钱都扔这儿了吧？我正对账本，头也没抬。还好，江照去谈的价，硬生生压下去2成。兄长嘿了一声，胳膊肘碰碰我，我抬眼，江照正踩在梯子上挂匾额，青衫袖口挽到手肘，露出一截清瘦的小臂。阳光路过窗棂，把他侧脸照得毛茸茸的。跟兄长说实话。兄长声音压得只剩气音。真喜欢上人家了？笔尖在纸上一顿，墨迹晕开一小团。我没答。窗外江照正低头看过来，
四目相对，他冲我笑了。我垂下眼，继续拨算盘珠子，咔嗒咔嗒一声又一声，敲得心里那池静水，泛起细细密密的涟漪。匾额挂上半月，江照那本霸道小姐俏狐狸变火了。书局渐渐有人递稿，都是些甜丝丝的故事，看得人眉眼舒展。铺子里的客也一日多过一日，我索性咬牙将隔壁铺面也盘下来，打通设了茶座，专做糕点甜汤，看书吃茶一触其背，馈女们爱来，夫人们也常坐，人一多，消息便杂。长公主养面首，一养7个。二殿下随太子奉命出京巡查，已离京月余，三皇子那边动静很大。最热闹的是崔家。前阵子崔大人的外事闹上门，他逼着夫人操持纳妾，扬言本就联姻无碍，日后你遇良人，我亦成全。今朝崔夫人养的外事刚露面，崔大人砸了满屋瓷器，闹得要死要活。我跟江照听完，坐一块儿区区闲话，配着高高饼饼喂盏茶，能消磨半下午。书局的生意眼见着好起来，江照不止写本子了，账目采买他铺面，他上手极快。我有时抬头见他立在柜前理书，侧影清俊，指尖拂过书籍。今日打烊晚了，下雨初歇，青石板湿漉漉映着灯火。我说不想坐马车，江照便去借了把伞，雨后的风带点腥气，混着泥土和花叶碎了的味道。他把伞往我这儿倾，自己半副肩膀淋在雨雾里，我看见了，往他那边悄悄挪了半步，步子一错，手臂便轻轻碰在一处，温热透过薄衫传来。两人同时一顿，又同时装作无事，继续往前走。只听见脚步声，他的我的轻轻重重叠在一块儿。那晚我梦见一片竹林，春雨过后，笋尖破土，噼啪作响。我想了3天，第4天傍晚，江照在柜台后头算账，我走过去，语气自然：江照，你要不要和我真成亲？他动作没停，随口应。好。过了2息，算盘骤然停下，他抬眼看我。啥？我说，我又重复了遍，我们真成亲，好不好？他耳根鲜红了，然后整张脸连脖梗都漫上薄红，算盘珠子从他指尖滑落，哒一声滚到地上。他慌慌张张弯腰去捡，起身时额头磕在柜角，他揉着额角站直，眼神飘忽，就是不看我。好半晌才挤出声音，扭捏的不像他。不太行。我愣了，你看不上我？不是。他急急转回来，眼睛睁得圆。我哪有？那为什么？他手指抠着柜台边沿，抠的指节发白。我现在没钱。我松了口气。我有钱啊。他摇头，很固执。不是一回事。那怎样才是一回事？他不说话了，睫毛在颊上投下浅浅的影。过了很久，才低声说：你等等我。等多久？很快。也行吧。我没再逼他，江照却像被抽了一鞭子，书局分红，他半分不留，全拿去做生意，茶叶、绸缎、南货北贩。他白天看铺，夜里对账，眼底下熬出淡淡的青。我问他：你不考科举了？他正对账本，闻言笔尖一顿，墨迹在纸上应开个小点。他抬眼，面色有些古怪。我前阵子做了个梦。他放下笔，揉了揉眉心。磕磕绊绊入仕，结果不得重用，同僚排挤，上司打压，熬了10年还是个6品。他搁下笔，极轻地叹了口气。我原本想做官才能翻身，可梦里那日子……他摇头，太憋屈了。我没再说话。江照真把生意做了起来，不出半年，已在京城置了宅子，3进3出，离薛府只隔一条街，青砖黛瓦，庭院深深。他指着各处，声音却越来越低，比不得薛府气象，往后怕要委屈你。我说不委屈。他还在说花园也不够阔，夏日纳凉，怕是不爽利。我听不下去，转身一把抱住他，他霎时静了，耳畔只剩秋风扫过枯叶的细响。我脸埋在他肩头，心想他房契写得我名，每人宅子都归我，我委屈什么？他手臂慢慢还上来，收得紧，呼吸拂过我发顶，有点颤。入冬前，江照请了官媒，正儿八经登薛府的门，身家铺开给我爹娘看。他看着父母，眼神干净坦荡。晚辈不敢说能给遗叔滔天富贵，但今生今世绝不让他受半分委屈。话音落下，满是寂静。父亲合上账册，日子定了吗？江照说听二老的，可眼神却飘向我，像在问你呢？你想何时嫁我？我一抬下巴，开春吧，天好，我喜欢春天。在听到魏延消息，已是年关前，太子回京途中遇了刺杀，他替太子挡了一剑，位置凶险，陛下震怒，下旨彻查。魏延重生后动静太大，惹怒了某些人，太子上辈子那场刺杀竟也因此提前了。街巷传遍了，说二殿下这次险些没救回来。3日后，二皇子府递来帖子，魏延醒了，指明要见我。江照正替我系披风带子，指尖绕着缎带1圈2圈，正好。他声音平直，给他回张喜帖。系带勒得有些紧，我仰头喘口气，我踮脚亲了他唇角一下。你陪我去。他整个人顿住，耳根刷得红了。他瞪我，半晌憋出一句流氓。我笑着凑近，都未婚夫妻了，什么流氓不流氓的？他不吭声了，抿着唇替我松系带。我去时，魏延正半靠在床上，屋里没留人，药味沉甸甸的压着。我捡了个圆凳坐下，顺手从案上果盘里拿了个橘子，橘皮蹦出细小的汁物，粘在指尖，色香。魏延说我也回来了。春夜那日我在湖里泡了许久，水那么老，骨头缝都渗进冰碴子。工人要捞我拦着，我想再等等，等你来。可直到意识模糊，
岸边依旧空荡。我那时想完了，你不救皇后便不会松口，婚事难成。可转念又觉得也好，不如先把前世的麻烦都料理干净。这次皇兄不会预测，不必早逝，我也不用再做那个皇帝。他说的极缓，一字一句从干裂的唇间撵出来。他说：我会向父皇和皇兄讨恩典，不要封地，不要权柄，只要一个明媒正娶，没有后宫，没有朝局，没有那些不得不纳的女人，没有不得不做的妥协，这辈子就我们两个，你想怎样都可以。不是的，不是皇位的问题，也不是旁人的问题。我其实有想过，他不做皇帝会怎样，想过很多次，最后发现该那样还是那样。皇位只是把一切都放大了，纵有千般万因，根子还在我们骨子里。我们被对方截然相反的性子吸引，可喜恶同因。他爱我的鲜活，又厌我太闹；我慕他的周全，亦恨他太冷。爱时那些刚好补足，怨时变成了处处不对。磨出血，磨出怨，磨到最后，连最初那点情动都成了讽刺。我慢慢剥完那个橘子，橘落丝的干干净净。太酸了，不好吃。2月18，我与江照成婚，你若能下地，便来看看吧。声音落进寂静里，轻飘飘的，没什么分量。魏延愣了好一会儿，像没听懂，眼里的雾凝住又散开。他嘴唇动了动，似乎想说什么，却只溢出一丝气音。我起身，割下只动了一口的橘子，转身时听见身后砰的一声闷响，回头是他挣扎着要起来，上半身却摔下了踏沿，手肘磕在地上，闷响里混着一声极低的抽泣。他没抬头，声音从缝隙里挤出来，有点哽。雪姨说，你是不是恨我？一开始是恨过的，恨他纳妃，恨他沉默，恨他永远先想朝局再想我。最恨过之后，发现除了恨，我也做不了别的。夫妻过不下去，一纸和离，各奔前程。可上辈子我是皇后，退路没有的。9重宫阙，金堆玉器，皆是牢笼。我总不能真捅他一刀，再了结自己。何况恨一个人太累，要日日夜夜咬牙切齿，睡不了一个安稳觉。要把那些旧伤反复剥开，血淋淋的看他怎么溃烂，怎么结痂，再被新的一刀划破。我前世用恨在宫里熬了一日又一日，最后把自己熬死了。今世我有春日可期，又何必再拎着恨过活？我看着他扶着，手臂颤着，额发凌乱地遮住了眉眼，那姿态狼狈甚至可怜。可我心里只剩平淡。魏延，我不恨你了。我转身离开，走出门时，天光乍亮，刺得眼疼。江照就等在府外，肩头落了些碎雪，听见声音，他转头看我，眼神先把我从头到脚扫了一遍，确定我好好的，那绷着的肩线才松下来。聊完了，他走过来，很自然地把手炉塞进我手里。回家。2月18，春光正好，红妆满室，宾客满堂。宴席上进来的酒，江照一杯没推。第一杯，江照举盏含笑，应对得体；第二杯，他耳根漫上红，话却还稳。到第3杯，人晃了晃，直接倒进我怀里，满座接近，兄长举着酒壶愣住。这就倒了？我也怔住，难怪前世宫宴他从不沾杯。我扶他回新房，他一路紧紧攥着我袖脚，进了门便缠上来。他搂着我不撒手，整个人靠在我肩上，发烫的脸颊贴着颈侧，呼吸间酒气氤氲，混着他身上干净的皂角香。薛姨叔，他声音闷在我衣襟里，有点含糊又很执拗。现在我是你的人了。顿了顿，又小声补一句，你得对我好。我被他勒得发笑，掌心抚过他微汗的后颈。会的，我说。他不满意，摇头时蹭得我发痒。不够有诚意。他抬起脸，眼睛被酒意熏的水亮，直直望着我。你重说。我问他，那要怎样才算有诚意？他忽然不说话了，只是看着我，耳根那点红慢慢晕开，染了满颊，烛火在他眸子里跳，跳得人心头发软。好半晌，他才极轻地开口，你亲我一下。声音落进寂静里，像羽毛扫过掌心。我怔了怔，他等不到回应，眼睫慢慢垂下去，嘴角也抿紧了，那点醉里的嚣张退下去，露出底下一点不确定的慌张。我低头吻住他，很轻的一下，贴着他微烫的唇，只一瞬便分开。他僵住了，眼睛睁得圆，眨也不眨地看着我，呼吸屏着，连胸膛起伏都停了。然后很慢的他眨了一下眼，又眨了一下，嘴角一点点弯起来，弯成一个藏不住的傻气的弧度。他忽然把脸埋回我肩上，痴痴的笑，肩头轻轻发颤，笑够了才抬起头，眼底映着2簇小小的烛火。该印了。他小声说，指尖悄悄勾住我的手指。跑不掉了。窗外春夜深静，偶有落花拂过窗棂。我握紧他的手，跑不掉了。魏延离京那日是个晴天，动手的是3皇子一党，已料理干净，太子那边不会再出差错。他自请去北境监军，奏折递上去，陛下沉默半晌，准了。走时轻车简从，只3、5亲随。行至城门时，风忽然大了些，卷起车帘一角，他抬手，指节抵着帘边，迟迟未放。城墙高耸，人群如蚁，春日的精华，喧嚷的鲜活的，一寸寸褪成模糊的背景。他望了许久，久到指尖泛白，
帘子终是落下，我那时正和江照在家里偷闲，我们支了春榻在花园看画本子，春光漫过花枝，细细碎碎落在我摊开的书页上。江照在我旁边，睡意昏沉，风拂过，梨花簌簌落了满身。他在梦里皱了皱眉，下意识朝我靠得更近，我替他拂去鬓边花瓣，又轻轻翻过一页。故事正写到最圆满处，我合上书，现实安稳，岁月绵长，春光这样好，该去酿今年的桃花酒了。江照这半年常做梦，梦影模糊，醒时止于心悸。他落地后本欲归乡，临行前夜又入梦，梦中他选小道图快，结果盘缠尽失。晨起时，他对着薄雾看了许久，转身走向另一条官道。茶棚歇脚时，他掰了半块饼喂流浪猫，抬头便见一锦衣公子正瞧他，目光研判。兄台去哪？林州，可急着赶路？不急。一问一答，对面问的系江照答的平，他想横竖自己一身落魄，骗也无甚可骗。最后那公子割下茶盏，我这有个活计，报仇丰厚，干不干？江照点头，于是没走成，被带进了薛府。初见那日语丝细腻，薛姨书先连看他，目光静而深。江照抬伞对上他的眼睛，京口莫名一滞，似曾相识，恍若隔世。他挪开视线，指尖无意识摩挲伞柄。后来书局开张，薛兄常来。那日江照正理账本，抬头就撞上薛兄直勾勾的眼神。江照，你是不是给我妹妹下蛊了？江照笔尖一顿，认识不到2个月，她为了你就这么舍得？江照垂眼想了很久，没有蛊。他说的认真，心里却想，有蛊也是他下的，不然怎么每回见他心都跳得这样慌？成亲后的第3个月，江照又做梦了。这次梦很长，零碎的片段终于拼凑完整。他看见自己考了3次，20岁中举，入仕科办，不得重用，同僚排挤，上司打压，夹在6品上动弹不得，走投无路时，他去求见那位专权的皇后。殿内垂着屏风，只映出一道模糊身影。他背完他的心正调沉，说完预备好的奉承话，屏风后静了很久，然后他说：“撤了吧。”工人移开屏风，烛火跃进来，照亮那张脸，是薛姨书。江大人，说实话。他说了实话，从此共进共退，互为刀盾。他病重那阵，开始给人安排后路，轮到他时，他不接。江照跪在榻前，被李贺的诗，声音平直，字字清晰。他不是君子，从前就没多忠君，此刻念诗，心里想的也不止君臣。薛姨书走的那日，雪下的悄无声息，皇帝没清算他们，只下了禁足令，旨意说皇后新丧，不宜见血。江照在府里关了整整1个月，不哭不闹，按时吃饭睡觉。某日晨起对镜，鬓边忽生白发，他拈起看了会儿，轻轻捻断，禁足期满，他重新上朝，心正条目悬而未决，争议沸扬。江照一句接一句，字字往痛处定。有人骂我借皇后于威，有人讽我攀附救主，我听着嘴角甚至噙了点笑。对，都骂得对，我就是借他的势，攀他的名。他活着时我靠他开路，他死了我还要借他的威，走完最后一程。龙椅上那位一直没说话，目光垂着，落在奏章上，又像落在虚空里，直到有人嘶声喊出腰后疑惑，才抬眼。江照望向那龙椅，望向曾与他做10年夫妻的人，四目相对。江照忽然笑了，他整了整衣冠，朝御座的方向深深一揖：“心正条目，皆系娘娘心血，臣死不足惜，但求陛下保留。”然后他转身面向殿中那根盘龙金柱，百官还没反应过来，他已疾步冲了过去，衣袂带风，像扑火的蛾。砰！闷响炸开在死寂的大殿里，血色溅上盘的眼睛，殿内死寂，血液沿着文金柱往下淌。江照最后看见的是魏延眼底骤起的怒火。看出来了，看出来了就好。心正未必会废，但我必须死在这儿。我需要一个正大光明训他的由头。史官就在殿角站着，笔尖蘸饱了墨。魏延就算再不痛快，能改史书吗？不能。皇帝也不行，一个字都改不了。生不同亲，死不同血。可往后千百年，只要提我必提薛姨书，提起薛姨书，便少不了我。生死荣辱是非功过，全绑在起，谁也拆不开。江照睁开眼，梨花落满肩头，春榻柔软。薛姨书正俯看他，指尖轻触他额头。做噩梦了，满头冷汗。他抓住他的手，贴在自己心口，心跳得急，一下一下撞着他掌心。梦见你了。噩梦还是好梦？好梦。他笑了，俯身亲他眉。那再睡会儿。他没闭眼，一直看他。薛姨书，他唤他。这辈子开心吗？开心呀。顿了顿，又问你呢？江照握紧他的手。我也是。何止开心，是劫后余生，是失而复得，是漫漫长夜后终于拥住的天光。春光这样好，足够熨平所有旧伤。